如果有一天有人问你，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你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是挥舞着神兵利器的救世主，还是在枪林弹雨中毫发无伤的钢铁战士？但在著名编剧蓝小龙的笔下，答案永远颠覆你的想象。在影视剧《德贤景致》又名《墨的贤》最初的剧本扉页上，蓝小龙只轻轻写下了4个字：德贤景致。制片人侯洪亮看到这4个字时，久久不能平静。而在宜昌方言里，墨的贤这3个字更有着一种扎根于泥土的生动，没有空闲，绝不偷懒，停不下脚。在一个兵荒马乱、山河破碎的动荡年代，德贤不是一种惬意，而是一种极度奢侈的幻想。那些在长江两岸号子声声中撑船的渡工，那些在硝烟弥漫的工厂里昼夜不停抢修机器的匠人，那些在乱世边缘苦苦挣扎却依然咬牙活着的普通人，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得闲。今天我们就来深度剖析这部承载了无数人心血的重量级作品，聊聊肖战饰演的莫德贤，聊聊正午阳光团队镜头下那群被时代巨浪裹挟却最终撑起民族脊梁的小人物。谈到中国的战争与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蓝小龙是一个绝对无法绕过的名字。从《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到《我的团长我的团》里的孟凡了，蓝小龙最擅长也最执着的，永远是描写普通人。在《德贤景致》中，主人公莫德贤绝不是一个出生就自带光环的英雄，相反，他有着凡人身上所有的弱点。面对漫天炮火，他会本能的害怕、发抖；面对生离死别，他会茫然、困惑、不知所措。他会贪恋温暖的小窝，会在危险降临时第一时间想要躲避。但蓝小龙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从不强行拉高角色的道德海拔，而是把角色逼到绝境，看他在悬崖边如何选择。当和平的幻象被彻底撕碎，当退无可退的窘境逼到眼前的这一刻，莫德贤没有选择沦陷，他把对死亡的恐惧悄悄压在心底，挺直了原本微驼的脊梁，硬生生地成为了歌指镇乡亲们最坚实依靠的支柱。这就是极具震撼力的小人物叙事。他告诉我们，所谓的英雄主义，不过是普通人出于本能的善良与责任，在时代巨浪前咬紧牙关，挺身而出的一瞬间。当制片人侯洪亮和团队第一次见到演员肖战时，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就是莫德贤。很多观众提起肖战，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镜头前精致、优雅的偶像形象，但在《德贤景致》里，肖战彻底撕掉了所有的标签，把自己的灵魂揉碎，填进了这个身处乱世的基层小人物身上。在这部作品中，肖战对莫德贤的塑造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层次感与生命力。在故事的前半段，你可以看到一个鲜活的市井青年，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对世界的好奇，动作神态间充满了烟火气息。这种生动的质感让人相信他就是隔壁那个每天打招呼的小兄弟。当角色面对手头的活计与机械时，肖战眼神里那种执拗、专注的匠人精神被瞬间激活。那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人身上特有的沉稳与耐性，无论外界如何动荡，只要手中的工具还在，信念就不倒。而随着剧情的推移，当家国危机步步紧逼，莫德贤骨子里那种属于知识分子的清醒与爱国热血被彻底点燃。那种从懦弱到坚毅的蜕变，不是突兀的爆发，而是如细水长流般层层递进，直击人心。
肖战没有去刻意演一个英雄，他只是把一个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的挣扎、镇定、愤怒与坚守，真实的撕开给所有人看。如果说蓝小龙交出了一份充满血肉的灵魂剧本，那么导演孔生与正午阳光制作团队则用最严苛的工匠精神，为这个故事打造了一骨一肉。在回顾整个拍摄过程时，孔生导演只用了一个词来形容：激烈。为了在屏幕上还原出最真实的时代沉重感，制作团队放弃了许多便捷的走捷径方式，而是选择了最硬核的实景还原。旧码头与古老船只，按照历史原貌1:1还原，甚至连木头上的沧桑纹理和水渍都清晰可见。重型军事装备，从坦克到枪械，全部经过严密的考据与定做，还原出机械特有重金属质感与冰冷杀气。歌止镇的街道与巷弄，整个小镇被完整的建构出来，每一间铺子，每一块石板路，甚至连墙角蔓延的苔藓，都充斥着生活过的痕迹。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目的，让演员走进去时，以为自己真的穿越回了那个年代，让观众看过来时，能呼吸到硝烟与泥土混杂的气息。在电影版上映时，受限于篇幅与时长，许多极其珍贵且充满艺术张力的镜头不得不被痛心剪掉。例如那些沿着长江漫长的码头长镜头，那些描绘江畔市井百态的生动画面，以及最为震撼人心的一幕。在故事的尾声，莫德贤一个人匍匐在满是瓦砾与灰尘的废墟底部，镜头极其克制地凝视着他，没有宏大的背景音乐，只有他沉重的呼吸声。那一张落满尘土的脸庞上写满了疲惫，写满了困顿，但也写满了绝望之后无与伦比的坚韧。这个镜头将一个小人物在时代巨轮碾压下的微弱与顽强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如今，莫德贤长版、导演剪辑版的呈现，终于彻底填补了当年这些无法弥补的遗憾。从2015年宜昌保卫战初期构思的宏大蓝图，到后来的电影版德贤紧致，再到现在以最完整形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莫德贤，这条创作之路整整走了10年。这10年间，影视行业经历了大浪淘沙，市场风向变了又变，但这个创作团队却始终像故事里的那些匠人一样，凭着一股莫德贤的死理，默默耕耘。这是一趟极为罕见且珍贵的艺术旅程。影院大银幕的震撼体验，用极致的光影语言与视听效果，带给观众心灵上的正面冲击。网络流媒体的随心观看，打破时空限制，让高质量的内容触手可及。电视荧屏的深情陪伴，走进千家万户的客厅，在平时的生活氛围里，与最广泛的普通大众产生情感共鸣。正如侯洪亮所言，在这部作品里，你找不到为了谄媚市场而刻意制造的投机取巧，看不到神话般的爽文逻辑，也没有不切实际的英雄冒险。它只是静静地降落在宜昌长江底部的沙滩上，静静地记录着那个时代里每一个被命运巨浪卷入硝烟，却依然选择咬牙活下去的普通人。他是在向这片土地上千千万万默默无闻却坚韧不拔的普通人表达最深沉的敬意。时代在变，故事的背景在变，但莫德贤这3个字背后的精神内核却从未过时。在那个年代，莫德贤是为了生存，为了家国而奋力挣扎；而在现代社会，每一个为了生活早出晚归的你我，每一个在岗位上默默坚持的普通人，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